看着默默等待的新婚妻子，叶王迫不及待进行下一步。好快！快，我可以这样战斗一晚上。直奔主题。这王爷日理万机的，哪有心思考前戏？叶王最终没能拿下千云溪，他输了，但是他不认。若不是圣命难违，就凭你也配踏进我叶王府？唯有南景婉才配得上做本王的妃子。叶王原以为这样会激起千云溪的醋意，谁料千云溪根本不在乎。见拿捏不住千云溪，叶王这个老六竟安排他去睡柴房。看着满屋的狼藉，千云溪无语至极。什么叶王爷？我看就是叶王吧。哼，我千云溪可是从小在凌云山上长大的野生动物。只见千云溪打开了一个宝盒，一只骄傲的幽灵破盒而出。原来千云溪天生会通灵术，自幼就结交了糯米团这只幽灵朋友。不忍看千云溪三更半夜被欺负，糯米团用灵力把柴房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好让千云溪有个好的休息环境。糯米团累坏了，他好不容易给千云溪布置好睡觉的地方，千云溪却不睡了。他饿了要出去吃夜宵，打开房门只走几米就能出门。千云溪偏偏选择飞檐走壁，果然没一会儿就迷路了。当他后悔爬太高找不到落地点时，一个同样睡不着的男人发现了他。你是谁？我是谁？我问你是谁？问我是谁？谁派你来的？谁派你问谁？我就是问你。你是谁啊？你就问我。我是王府的侍卫。侍卫？你可知这里是哪里？王八府。这户对的两个人一定想不到，对方就是自己刚成婚的伴侣。叶王以为千云溪是刺客，正准备逮捕他，眼看自己打不过叶王，千云溪将迷魂药丢向他，最终顺利逃跑。第二天，千云溪像没事发生一样，继续待在叶王府。就在他玩得正欢时，一个男人突然向他走近，这偏偏公子是叶王的兄弟玉子墨。一见帅哥，千云溪眼睛都不转了。可一想到自己早已嫁为人妻，千云溪就不敢再惹桃花债，只能谎称自己是叶王府的丫鬟。然而玉子墨可不愿错过他。姑娘留下姓名，日后好相见。你就这么想知道我的名字吗？那你听好了，我的名字叫郭奶奶。虽然挨了千云溪一招过肩摔，但玉子墨痛并快乐着。洗澡时迫不及待向叶王打听千云溪的消息，叶王还以为只是个普通丫鬟，当即就答应送给他。除了女人外，玉子墨这次来叶王府还有一个重要的事，就是向叶王报备千云溪的父亲千傲天意图谋反。原来当初叶王会娶千家小姐，正是因为千傲天这个老狐狸想靠女儿牵制叶王，好开展他的谋反计划。可叶王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千家本要嫁给他的女儿是千云溪的继妹千云长，只因千云长害怕自己会成为父亲谋反战中的炮灰，于是逼迫姐姐千云溪代嫁。千云溪自幼被父亲抛到深山学武功，和婢女雀儿相依为命。千傲天正是以雀儿的性命为要挟，成功逼千云溪代嫁。加之有皇帝的干涉，叶王即便知道千傲天的阴谋，还是不得不娶了千云溪。嫁到叶王府的第3天，生活依旧无聊，千云溪无事可做，便在花园里站起朗读诗歌。意外听到有人对上他的诗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，对方居然是一匹马。妈呀，是马子！哎，不对，是马妹子。妈耶，是人类，同道中人。哎，我叫千云溪，你呢？美莎这个名字表里表气，不想告诉他怎么办？记忆在线的。不管以前了，重要的是现在。从今天起，你就叫冰晶蝶灵 Q， 紫梦雪雅商雪薇，昵称紫薇。那你愿意做我的尔康吗？我当然愿意。从今以后，我就是你的拐杖，你的眼睛，你的耳根。自此以后，千云溪终于在叶王府有了玩伴。叶王的弟弟看到后都惊呆了，因为除了叶王，从来都没人能驯服这匹马。凭借高超的骑术，叶王的弟弟成了千云溪的小迷弟，时刻跟在千云溪身后，一天内接连带着小迷弟和马玩耍。千云溪累妈了，当他以为回到柴房，糯米团会给他做饭吃时，糯米团却比他还疲惫。这时房间突然黑了，一个鬼头直冲向千云溪，谁料千云溪根本不怕，他一拳打倒了鬼头。原来这鬼头也是一只孤灵。千云溪凭借实力收了芝麻豆当自己的小弟，芝麻豆为表忠心，第一天就给他找来一堆吃的。眼下在叶王府的生活渐渐步入正轨，千云溪开始想念起一起长大的雀儿，于是他特地乔装打扮成男人出门，悄咪咪返回千府见雀儿。出行路上还不忘买好防身的武器。
居家旅行必备神器，炒菜防身两能全呐！买过就买过，硬加什么防身功能，谁会信？老板，来一个！十连必出2-3。哎呦，公子，要不要来抽一次？老板，来一次。公子，请抽奖吧。哎，哇，单抽出奇迹 SSR， 恭喜公子抽出本店最强防盗用具呀！哇，遇到紧急情况才能打开它哦。被偷被抢不用着急，喷气式灰机帮你轻松追回。喷气式灰机来看一看啦！喷气式灰机帮你轻松追回。这牛皮怎么不把鸡吹上天呢？鬼都不信。老板，来一在各家销售的大力洗脑下，千云熙买了一堆破铜烂铁。当他还沉浸在狂购的快乐时，远处突然传来女人的求救声。原来女人的钱包被强盗抢走了。千云熙见状，迅速上前追捕，见始终赶不上强盗，千云熙果断使用了刚买的武器。谁料这强盗天生金刚身，很快就爬起来继续逃跑。眼看强盗越走越快，千云熙一手甩出防身锅，反击技甩锅，终结地多防肉。强盗最终被砸得脸青鼻肿，不得不交出钱包。然而千云熙刚要放松警惕，强盗就迅速放出毒针。千云熙下意识放出反击的迷魂药，这一幕正好被在附近的叶王看见。他确认千云熙就是当晚的刺客。叶王迅速上前要抓捕千云熙，却被千云熙误以为他和强盗是一伙的。说，你的烟从哪儿来的？跟你没关系。胆子不小，敢打本尊的脸。说，前日潜入王府的刺客是不是你？眼看千云熙就要被叶王掐死，丢钱包的女人迅速赶来阻拦。她正是叶王的白月光南晴婉。叶王最终放过了千云熙，千云熙也趁他和南晴婉在聊天时逃跑。这次他也终于知道，那晚谎称侍卫以及刚刚要将他置于死地的男人，就是自己被迫嫁的叶王。和叶王搏斗后，千云熙累了也饿了，他就近走进一家能吃鸡的茶楼。让他惊喜的是，这老板娘还会提供特别服务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公子别怕，这是我的独门宝剑之术，能帮公子你呀恢复元气。这吃豆腐水平，傻子才上当。这么神奇，老板娘，快帮我看看。然而千云熙还没开始享受，这老板娘就被叫走了。原来是老板娘的就像好太子，他一来就迫不及待搂住老板娘。我给你做首诗好不好？你这样做诗，你不会觉得很热吗？热，我的心就像夏天穿秋裤一样热。随我进宫吧，若烟。哎呀，放开！不要嘛！你答应我好不好？你再不放开，我要叫了。你叫吧，你叫吧，红了也没人来救你。救命啊！来人呐！你好烦呐！放开那个女孩！关键时刻还是千云熙拔刀相助，他刚走近就要把老板娘喊走，让他继续帮自己做宝剑。这般危险发言瞬间就激怒了太子，他决定要为夺回老板娘和千云熙对决。太子倒下后，他的侍卫紧随其后要攻击千云熙。千云熙见打不过，迅速逃跑。就在他跳下茶楼的过程中，侍卫的飞镖正好割断了他的发带。千云熙不慎暴露了自己的女儿身。这时叶王正好路过，当看到有女人从天而降时，他迅速冲上去接住。花心自觉诸位调戏亲吻又何必？谁先恋上谁说到底，就像解不开的世纪难题，来不及。放我下了，别以为这样我会感情。小丫鬟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！放手！你谁啊你？我是于子墨呀，上回被你过肩摔的那个。是你啊！来做我的王妃吧，保证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。他不能和你走，他跟袭击我的刺客脱不了干系。一时间被两个男人抢来抢去的，千云熙一脸懵。这时太子也从身后赶来，第一眼看千云熙就爱上，于是抢夺千云熙的男人变成了3个。千云熙见状，只能先摆脱最粘人的太子。你们把我当什么了？我可是会咬人的！当所有人还在讨论要如何平分千云熙时，千云熙消失了。事后叶王派人继续追查，才知道千云熙是他的王妃。原来是太子趁大家不注意时，偷偷把千云熙劫走了。长居深宫里，
太子这个老色鬼一见千云溪就激动不已，就在他要对千云溪下手时，太子飞来了，他拦下了图谋不轨的太子。叶王随后也赶来了太子府，让太子归还千云溪，甚至当面向所有人宣告千云溪就是他的叶王妃。太子不得不同意放人，可当叶王赶进房间要人时，原先被捆绑的千云溪早跑了。千云溪可不愿多管男人的事，他只想尽快回家找雀儿叙旧。离开太子府后，他爬狗洞进千府，刚出来他就见到了那个心心念念的雀儿。当知道雀儿在千家总被夫人小姐欺负时，千云溪就决定要带她离开。千云溪又换穿了仆人的衣服，悄悄混进丫鬟的队伍里，只为正面见父亲提要求。此时千傲天正和西部的将领北唐烈密谋造反，即便身穿仆人装，千云溪还是隐藏不住自己的美丽。上菜时，北唐烈被她的美貌迷住了。与此同时，一个婢女不小心碰倒了酒壶，千傲天很生气，他吩咐手下给婢女杖打80大板。千云溪见状，迅速站出阻拦，他以为父亲认出他后能放过婢女，谁料千傲天这个塑料父亲根本认不出自己亲女儿，还提出给千云溪打80大板。当千云溪以为自己要挨杖打时，他的好妹妹千云长来了，还当众替丫鬟求情。千云长看似在好心帮忙，实际是想在北唐烈面前表现自己，好尽快成为他的王妃。谁料北唐烈根本不在意他，反而更在乎千云溪。为了不让千云溪受罚，他主动劝下了千傲天。事后北唐烈特意找上千云溪，千云溪以为他是求谢的，满足他说了很多场面话。谁料北唐烈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放开我！这失礼了，在下只是觉得姑娘有些面熟，敢问姑娘芳名？我就不告诉你。哼，有意思，一个小小的侍女也敢忤逆我，看来我得用些西边的方法来让你张嘴了。千云溪竭力挣脱北唐烈的束缚，为了彻底远离这个油腻的男人，千云溪利用了糯米团发动攻击，趁北唐烈抵挡时迅速逃跑。然而千云溪还没走远，就和千云长撞了个满怀。千云长被扶起后就要惩罚千云溪，千云溪以为他把自己误认成了仆人，不断解释自己是他的继姐。千云长最终信了，可他还是坚持处罚千云溪。你可别忘了，我现在可是千云商，就算我给叶王八戴绿帽子，大家也都会认为是千云商干的。传出去可不好听哟。千傲天随后带着小妾走来，这女儿回娘家，千傲天非但没有欢迎，反而要赶她走。千云长更是借着父母撑腰，连番辱骂千云溪，就连她早已去世的娘亲也不放过。你给我闭嘴！再敢说我娘坏话，我撕了你嘴！千云溪这一出手虽然教训了千云长，但也惹怒了千傲天。他派人将千云溪绑在木板上，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他杖打40大板。眼看千云溪的屁股就要被打开花，叶王及时赶来阻止。这个样子真的是太丢人了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原来本王的王妃在这儿啊，真是让本王好找啊。中午好。迫于叶王的势力，千傲天这个老狐狸只能放了千云溪。当叶王要将千云溪接走时，千云溪也借机喊上好姐妹雀儿一起走。千云溪随后跟随叶王坐轿返回王府，路途颠簸，千云溪不慎摔倒，正好躺在了叶王的怀里。你搂着我干嘛呀？你干嘛甩我啊？你让我松手的。当知道叶王亲自迎接千云溪回王府时，府上原有的宠妾开始有了危机感，他害怕自己会被赶出王府。刚和千云溪碰面，宠妾就想方设法为难他。千云溪可不是轻易被欺负的人，他丝毫不畏惧宠妾的刁难。这宠妾见千云溪是个硬柿子，又开始挑他身旁的雀儿捏，以雀儿作为丫鬟偷带簪花为由，吩咐自己的贴身丫鬟去掌掴他。千云溪不好亲自阻止，便他带的2只幽灵帮忙，之后便出现了，打在雀儿身上，疼却在宠妾脸上。那边红花夕阳美人前开来的东边漂亮小妹下来，哎呦！快停手！你这个臭丫头，你打谁呢你？宠妾开始质疑千云溪会妖法，见叶王赶来就要上前告状。叶王本就因为千傲天谋反的事，认为千云溪嫁给他是不怀好意，如今碰巧遇到一个契机，他当即就要报复千云溪，再次吩咐丫鬟掌掴雀儿。千云溪不愿看自己的姐妹受伤，他不顾阻拦要带雀儿离开。叶王见状便以他忤逆夫命，要把他关进柴房。关键时刻，千云溪的迷弟及时赶来解围，叶王最终同意放过千云溪。谢什么？又不是我们的错，我们走。站住！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来人，
将叶王妃关入柴房，面壁思过3日。关就关，不就是柴房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走。这次他被关进柴房，要比之前的小很多。尽管如此，芝麻豆还是和往常一样，悄悄给他送吃的。不吃。我千云熙就是饿死，吊死在这里，也不会吃叶王府的一点东西。嗨，真香！你的节操呢？不让我。叶王担心千云熙是内鬼，开始吩咐手下继续调查他的背景。这一查，叶王才知道千云熙竟然是个代驾，多年来他都被千傲天弃养在外。他这次回来嫁给叶王，不过是为让留在千家的雀儿能活着。叶王解除了千云熙的威胁，他决定借机以欺君之罪惩罚千傲天。第二天，千云熙还没醒来就被强行嫁走，一群侍女围着要带他去梳妆打扮。原来是叶王要参加家宴，作为叶王妃的千云熙务必要出席。于是他趁早安排人带千云熙做准备。今天是小公主的生日，届时所有的皇亲国戚都会聚集京城为她庆生。当知道公主还会在今天行及笄之礼时，千云熙决定要给公主准备礼物。只是她要先去的地方居然是茅房。很快，贵宾们陆续入席公主的生日宴，大家陆续奉上小公主的贺礼。千丞相送银烧蓝、双龙戏珠、珊瑚镯一对儿。贵重倒是贵重，可都是些俗物，没意思。叶王爷送9色夜明珠一颗。夜明珠哎，哇！叶哥哥果然最爱我了。西边不足，北堂列公子送7彩大手笔斩一对。这可是西边不足 S 级宝贝啊！见北堂列献大礼，千傲天立马向皇帝谏言，要和敌对多年的西部建交。叶王深知千傲天的谋反阴谋，他连忙催促寿宴开席，好让皇帝逃避建交的话题。眼看寿宴开席，继母又以长辈身份压制千云熙，当众骂他不识大体，没给公主准备礼物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千云熙早就做好了准备。茅房靠近花园，于是千云熙开始就近寻找着可以送给小公主的礼物幻幽兰，正好看见躺在花苞上歇息的小花妖。因为精通灵力，千云熙随即就向他打听幻幽兰。可惜幻幽兰是千年一开的鲜花，就连小花妖也没办法找到。但看在千云熙的诚意上，小花妖给了他更适合小公主的礼物。千云熙最终拿出了一个花环，一个看起来不太贵的礼物。亲生父亲见状，更是以此嘲讽叶王府寒酸。叶王可不允许自己的夫人被欺负。王妃本可不必自备礼物，可是她却准备了，单就这份心意就已经远超俗物。叶王吧，算你够意思。可是千丞相、千夫人在这种场合上喧哗无礼，不知到底是谁不识礼数。然而谁都无法阻止小公主，偏偏喜欢上了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花环。事实上，这个花环一点都不简单。皇太后一眼就认出上面是鸡子兰。此花300年一开，极难成活，必须是心性高雅之人才能照顾此花。当年你们的祖父从一个世外高人处得过一株，但是哀家却没能看到它绽放。Amazing， 也太好看了吧！因为花环太美太珍贵，蝴蝶很快就被吸引来，他们围着小公主一起翩翩起舞。千云熙送的礼物最终变成了全场最佳。当所有人都埋头干饭时，北堂烈突然站起身，指出宫廷的水果不新鲜，而千傲天这个叛徒趁机附和：中原有物产，西边有良居，不如我们开放边境作为通商口岸，各取所需。这样一来，不仅可以搞活经济，还能拉高 GDP， 可谓是一举两得。我们愿意贡献出最优质良驹，来促成此次和平交易。父皇，边境乃军之要地，开放口岸绝非儿戏，还请父皇三思啊！王爷，您的担心也并不无道理，可是一味的固步自封，也不是长久之计。还是说，你根本就信不过自己保家卫国的能力呢？北堂烈听后更是阴阳怪气，指出中原的马不如西部的马，男人可不允许自己被说不行。为了彰显自己的实力，叶王提出要和北堂烈比赛马，只是这骑马的人不是他，而是千云熙。还在埋头干饭的千云熙瞬间就愣住了。叶王并非是夸夸其谈，而是他早就听到弟弟夸赞过千云熙的骑术。叶王妃为人真带感，武功不错，连媚纱都被他驯服了。媚纱？不可能吧？他不是只认叶哥哥做主人吗？我亲眼看见的，媚纱在他面前跟个小兔子一样。儿臣养的良驹，若由不善骑术的人来驾驭，也能赢过北堂公子的马，那便是真正的天下第一。有趣，好，那今天朕就给你们当一回裁判。来人，备马。被迫骑马的千云熙一脸无奈，然而当知道要骑的是他的老熟马时，他瞬间就不紧张了。紫薇，
紫薇原来是你啊！尔康，好久不见，今天你也是要起人家家吗？我的紫薇，你上次太忙了，我好想你啊！我也是，让我们再一次红尘作伴，潇潇洒洒。这是一场有关颜面的对决。北堂烈不想输，为了增加赛马的难度，他故意使用幻术，让天空下暴雨。皇上，天公不作美啊！既然老天拜幸，不如请皇上到臣的府上，与北堂公子好好商议一下通商之事。不过就是一场小雨，办法多的是。叶王妃，你打算怎么做？劳烦帮我拿一些红绸和卷帘过来。是。把转角处的鹅卵石也一并拿上。难道他知道我要做什么？千云熙随后用红绸紧拴在宫廷的梁柱上，他也紧跟站上石柱。叶王见状也陪同他一起，夫妻搭配一起飞檐走壁。俩人最终赶在下雨前织好了挡雨的遮幕，看着一切准备就绪，千云熙激动坏了，一不留神就从石柱上滑下。所幸叶王及时赶到接住了他。在俩人对视的过程中，这段时间里一起的经历瞬间陆续涌上心头。叶王似乎对眼前有名无分的王妃动心了，只见他抱下王妃后，就迫不及待走回房间。给本王脱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没听明白吗？本王叫你把衣服脱了。我不脱。要脱你自己脱，这是你说的，那我给你脱。你别过来！你是故意在勾引本王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再这样，就不要怪本王对你不客气了。叶王妃，你不许看！哼，记住了，你失身的样子。除了本王，谁都不能看。望着眼前冷漠但傲娇的叶王，千云熙似乎也心动了。眼看俩人就要进行下一步，玉子墨突然闯了进来，他怀里还抱着刚晕倒的南晴婉。南晴婉晕倒后昏迷不醒，就连叶王也束手无策。只有千云熙看到一只黑色幽灵正从玉佩上飞出，要把南晴婉勒死。千云熙见状，迅速上前阻止，谁料竟被叶王误会，他要伤害南晴婉。他一掌把千云熙推开。你果然和你爹是一类人。不妙，居然有人能看到我，就溜球了。亏我还对你抱有期望，说你到底有什么企图？企图？我只是想救他而已。不用你救他，滚！叶王可真的过分，误会别人还不给解释，可把千云熙气坏了。心灰意冷的他决定离开叶王府，然而他还没走远，就感觉身后有人跟着他。突然，